在这个技术爆炸的时代，一艘船单挑一个国家并非什么科幻故事，甚至极端数据指出，美国的福特号、肯尼迪号都拥有着轻松覆灭一个中等国家的顶尖战力。但是如果我说这艘船单挑的国家是日本呢，而且是军事实力最巅峰的日本，在那个零式战机满天飞、挂着太阳旗的航母在太平洋无恶不作的年代，有这样一艘船挺身而出，一船击一城，守护住了整个南太平洋战区，更因为其击沉敌舰71架、击毁敌机超900架的豪华战绩，被授予总统勋章。正如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所说，它永远是我军的荣耀与敌人的恐惧。它就是被称为企业单挑日本二战最强航母大义企业号。那么这艘在珍珠港浩劫中侥幸逃脱的幸存者，究竟是如何在绝境中完成反杀的？当美军太平洋舰队被打到只剩他这一根独苗，他又是如何一次次扛住神风特工队的撞击，像个打不死的幽灵一样重返战场的？不同于那些工业全盛时期批量生产的超级航母，企业号诞生于一个特殊年份1934年。对这个年份大家或许觉得没什么特别，但我说经济大萧条，不少人就恍然大悟了。在这个美国经济烂得触目惊心的年代，当时国会为了省钱，把军费预算卡得亲妈都不认的。企业号作为约克城级航空母舰的2号舰，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动工时，建造进度极度缓慢，国会不给钱，海军就只能一点点抠，慢慢把船体给抠出来。直到1936年治平下水时，舰上大量设施甚至都没有建造完毕。不过你不得不佩服当时美国设计师的天才头脑，拿着这笔极其有限的经费，他们硬是砸出了一个气动和水动力极佳的舰体底盘，其满载排水量 2.5 万吨。虽然吨位跟现在的10万吨级福特号没法比，但它拥有极优秀的长宽比，最高航速达到了惊人的 32.5 节，约 60.2 公里每小时。这一般是战时主力战列舰如伊阿华号、新泽西号才有的速度，这速度却让一艘航空母舰跑了出来，实在匪夷所思。这种超高机动性成了他日后在日军鱼雷网中频繁机动规避、屡次逃生的底气。1938年5月，企业号绰号拉克伊的航母正式开启服役生涯，而他的第一站就与死神擦肩而过。1940年5月，太平洋舰队的母港正式从圣地亚哥搬到了夏威夷珍珠港。11月28日，企业号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前往威克岛增援。卸下飞机后，他按计划应在12月6日返抵珍珠港，但太平洋上突如其来的一场强风浪拖慢了这艘巨舰的航速，这一拖就是生与死的界限。12月7日凌晨6点15分，舰队司令哈尔西派企业号的 SBD 侦察机先飞回珍珠港。8点20分，侦察机飞抵瓦胡岛上空，飞行员看到的不是平静的军港，而是冲天的浓烟、密集的防空火炮，以及机翼上涂着红太阳图案的零式战斗机。美军指挥官懵了，他们头皮发麻，不知所措。但所有人都明白，自己正在亲历一个足以改变历史的大事。珍珠港遇袭，日本宣战，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战列舰编队全军覆没。覆灭了太平洋舰队，日军洋洋得意，以为美军被这波偷袭打得溃不成军，但他们未来将会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顺便偷袭珍珠港旁边的威克岛，因为那里还停留着日后被称为最可怕的敌人的企业号。躲过一劫的企业号在珍珠港事变后第一时间就派出战斗机升空戒备，试图寻找日本航母未果。8日傍晚，他驶入满目疮痍的珍珠港补给，看着港口内燃烧的残骸和漂浮的油污，舰上水兵没有恐惧，他们眼底充满了平静，一种愤怒到极点的平静。熊熊大火在珍珠港蔓延，也在他们心里蔓延。此时整个美国太平洋舰队能拿出来打仗的航母仅剩下他们和列克星敦号，国家的命运全部压在了这2艘船的飞行甲板上。该死的日本人，你们惹错对手了。由于珍珠港的惨烈损失，战争的前半年美军一直在被动防守，直到1942年6月4日，决定太平洋战争走向的中途岛海战爆发，美军破译了日军密码，提前在中途岛东北海域埋伏了企业号、大黄蜂号和约克城号。但在这场战役的前半段，企业号的战术表现堪称灾难，它的起飞作业严重延误，战斗机、轰炸机和鱼雷机在空中彻底脱节，未能形成协同编队。率先找到日本机动舰队的是速度最慢的 TBD 鱼雷机。面对日本零式战斗机的拦截，企业号第6鱼雷机中队的14架飞机在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情况下强行发动鱼雷攻击，结果极其惨烈，机队几乎被全歼，中队长林夕阵亡，鱼雷攻击全部失效。
我估计当时航母上的日军大概会轻蔑笑道：“米国的航母大大的失败。”但是战术上的失败却造成了战略上的绝杀机会。美军鱼雷机中队的攻击，把在空中巡逻的日本零式战斗机全部吸引到了贴近海面的低空。日本航母的正上方高空出现了致命的防空真空。就在这千载难逢之际，迷路的企业号 SBD 俯冲轰炸机中队在大队长麦克拉斯基的带领下，在海面上偶然发现了日本驱逐舰蓝号的航迹。麦克拉斯基判断这艘驱逐舰正在赶回主力舰队，顺藤摸瓜，他们直接摸到了南云中一机动舰队的正上方。此时是上午10点20分，日本航母的甲板上堆满了正在换装炸弹和鱼雷的战机，以及裸露的航空燃油管线。麦克拉斯基率领机队疯了一样向日本航母发动攻击，32架 SBD 轰炸机推下机头，以近乎垂直的70度角向着日本航母俯冲。此时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因为无线电沟通失误，超过27架轰炸机同时冲向了加贺号航母，投下的炸弹瞬间将其炸成一团烈火地狱。而只有理查德·百斯特上尉等3架战机及时拉起，转头冲向了旗舰赤城号。百斯特投下了一枚1000磅穿甲炸弹，精准炸穿了赤城号的中央升降机，砸进机库爆炸。这枚炸弹引爆了机库内停放飞机上的鱼雷和航空燃油，仅仅1枚炸弹就彻底瘫痪了这艘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Lucky 站在了美军这边，配合随后赶到的约克城号机队，在短短5分钟之内，向日本4艘主力航母中的3艘开启猛攻，加贺、赤城、苍龙被瞬间抹除。下午，企业号收拢残兵，再次起飞，将最后一艘日本航母飞龙号击沉。至此，日本4大主力航母全军覆没，用时不到1天。这一战，企业号的舰载机队打断了日本帝国海军的脊梁，太平洋战场的攻守之势就此逆转。不过，如果只谈胜利，企业号还称不上2战乃至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航母。它之所以被誉为海军的荣耀，还在于它告诉所有人该如何忍受失败。中途岛海战之后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及大名鼎鼎的瓜岛战役，就是企业号在炼狱中硬扛伤害的至暗时刻。1942年下半年，美日双方在南太平洋展开拉锯战。虽然在中途岛海战中，美军一举消灭了日军的航母主力，但日军早已彻底疯狂，他们派出大量神风敢死队以及船舰跟美军的航母互爆。在太平洋上，列克星敦号在珊瑚海沉没，约克城号在中途岛沉没，胡风号在9月被潜艇鱼雷击沉，萨拉托加号挨了鱼雷，被迫返回珍珠港大修。到了10月26日的圣克鲁斯群岛战役，日本联合舰队倾巢而出。激战中，美军仅存的另一艘航母大黄蜂号被日机集中重创，最终弃船击沉。此时此刻，整个浩瀚的南太平洋战区能够起降战斗机的大型航空母舰就只剩下了企业号，而他的对手是拥有翔鹤、瑞鹤等主力航母的整支日本联合舰队。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艘船对阵一个国家的海军。那企业号上的舰员是什么想法？他们兴高采烈地在飞行甲板上用白漆刷下了一行大字 Enterprise vs Japan， 一船战一国，日本你怕了吗？战斗注定是惨烈的。在圣克鲁斯海战中，企业号遭到了数十架日本99式俯冲轰炸机和97式鱼雷机的围攻。第1枚炸弹贯穿了飞行甲板，在机库爆炸，引发大火；第2枚炸弹在舰首升降机后方爆炸，炸断甲板；第3枚炸弹在近距离水中爆炸，冲击波震坏了主轴发电机，爆炸引发防空炮弹药殉爆，74人阵亡。船体不断承受着炮弹的欺凌，但这艘船的损管能力堪称奇迹。在机库浓烟滚滚、舰体剧烈摇晃的情况下，损管人员在1个小时内扑灭了大火，并用钢板填补了飞行甲板破洞。企业号带着重伤，顶着黑烟，依然保持着20多节的航速，恢复飞行作业。他们面对日军源源不断的空袭，死战不退。在整个瓜岛战役期间，日本的东京电台曾先后3次对外宣布，我们已经击沉了美国航母企业号，企业号终于沉没，从此南太平洋再无美军航母。但是每一次这艘满身伤痕的战舰都会在紧急修补后再次出现在海平面上，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日复一日地释放出舰载机。日军飞行员给这个永远炸不沉的对手起了一个绰号——灰色幽灵，一头被炸得整船都是灰尘但永远杀不死的幽灵。熬过了最绝望的1942年，到了战争后期，美国的工业机器全速运转，新型的埃塞克斯级航母批量服役，企业号终于不用再孤独作战。
1944年底完成南太平洋战区的任务后，企业号返回美国本土进行大修和防空火力升级，并且美军将其全舰的轰炸机中队换成了搭载雷达的夜间战斗机和鱼雷机。企业号摇身一变，成了美军极为罕见的夜战航空母舰，专职在深夜起飞，猎杀那些企图趁黑偷袭的日军战机和补给船队。到了冲绳战役，日本军方祭出了神风特工队自杀式攻击。作为美军最具象征意义的旗舰，企业号自然成了自杀飞机优先撞击的目标，但舰上船员仍是淡淡一笑。在此之前，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神风特工队的袭击，因此失去了列克星敦号、约克城号、胡风号等忠心的朋友。现在胜利就在眼前，管你神风还是神风，我照打不误。在4月和5月，企业号多次遭遇神风攻击。1945年5月14日清晨，一架零式战斗机利用云层掩护，突然在企业号正上方垂直俯冲。这架装满炸弹的飞机直接砸穿了前部飞行甲板和前升降机，在机库内爆炸。爆炸使舰首飞行甲板严重扭曲，升降机彻底摧毁。虽然企业号早已习惯伤痛，但这一次的结构性破坏太严重，损管人员在半小时内扑灭了大火，但企业号已无法起降飞机，他被迫退出战场，返回美国大修。只是没想到，也因此错过了3个月后日本签字投降的时刻。这一荣耀最后便宜了密苏里号，但这丝毫不影响企业号的荣誉。在长达4年的太平洋战争中，他总计参战20次重大战役，击沉敌舰71艘，击伤192艘，空中击落敌机404架，地面击毁敌机507架。这份战报在2战中排名第1，它也是美国海军第1艘获得总统集体嘉奖勋表的航母。战争结束后，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兵参与了接送美军战俘和士兵返乡的魔毯行动。1947年2月，企业号正式退役并被封存。按照他对美国海权确立的贡献，海军部长詹姆斯·弗莱斯特曾建议将其作为战争纪念物永久保留。退伍老兵们也成立组织，四处奔走筹款，试图买下这艘战舰，改造成博物馆。但是维护一艘航母的防腐和停泊费用极高，在各地政府拒绝承担维护成本，且在老兵筹款未达标的情况下，1958年7月，这艘曾单挑过整个日本帝国海军，拯救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母，仅仅以56万美元的废铁价格被打包出售。最终在拆解厂的焊枪下，企业号化为了一堆碎钢铁。这是一个英雄末路式的悲歌结局，但老兵组织与海军达成了妥协条款。第一，正在建造的全球第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必须命名为企业号。第二，海军捐赠企业号的部分遗物作为纪念。于是大名鼎鼎的核动力航母 CVN-65 继承了企业之名，继续载着美军驰骋在太平洋海域上。如今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3号舰已经动工，它依然将被命名为企业号。企业这个名字已经脱离了一艘船的物理实体，它是美国海军心中英雄的象征。企业号会倒下，但企业号的精神永远不会落幕。好了，本期关于2战航母企业号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认为，如果当年企业号没有因为天气延误而躲过珍珠港空袭，美军在太平洋初期的战局会发生怎样的连锁崩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见。